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她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，女生见到都会躲开，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地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。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，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光胶囊里，出现了一张无人认领的纸条。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没想到，真的有人死了。一声尖叫从卫生间传来，等我赶到时，芊芊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僵硬地躺在卫生间里，仿佛在生前看到了恐怖的景象。芊芊死了！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，整个人被定在原地。我颤巍巍地询问雨墨：“难道真的是他？”我的脑海中都是那张红色的字条，雨墨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哆嗦着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。原本今天我来这里是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当年我与芊芊、雨墨共同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相约在15年后的今天打开。可现在出现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人字迹的纸条。你说会不会是小美啊？当时她就偷我的笔，发现了之后还说是她自己的。肯定不是，我都不认识她。写纸条的人是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对我们非常怨恨。那就是杜芳了，那个转校生，整个人土里土气的，平时也不愿说话。那件事儿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应该不会记仇吧？还记得那个学期一直是杜芳帮我们带早餐，到了周末我们偶尔也会找他玩，但他总以在家照顾他残疾的妈妈为理由拒绝我们。直到有一次他忘记了给我们带早饭，芊芊就编了个谎话捉弄他，我在一旁并没有阻止。也正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杜芳出了车祸。后来听说杜芳的妈妈是在得知她出车祸的消息后着急出门，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出了意外。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杜芳了。你说她当年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雨墨颤抖地问道。啊，少自己吓唬自己，现在已经15年了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？芊芊也有些紧张，起身留下了一句我去一下卫生间便离开了。哎，小兰，看朋友圈，平时你还去社区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啊？做心理医生是不是很赚钱啊？我去给孩子疏导心理问题不是为了赚钱，其实很多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我自然会多关注一些。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？你想出名赚钱还说这么多场面话。你不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吗？
那些事很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得了吧，当年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？现在倒是装起好人了。雨墨的话让我感觉心中无比的愧疚，我十分的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站出来。我们那时候所谓的玩笑就是对杜芳的伤害，所以我才想让更多的孩子不要成为当年的我们，这也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原因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面前的芊芊，曾经的挚友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定是他说了会在15年后来杀我们。雨墨惊恐地看向四周，跪伏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名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看着他惊吓过度的样子，仿佛杜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我感到紧张，雨墨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凝结，仿佛门背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瞪着我们。警察，开门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随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排查。死者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们还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治疗心脏病的药。经过我们的初步判定，死者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导致并发身亡。现在登记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到局里协助调查。警察离开后，雨墨叹了一口气，他着急地收拾着东西，连招呼都没打就慌张地离开。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，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他和上学时一样，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雨墨坐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慢慢地点燃了手中的纸条。我们15年之后打开它，一起看看我们都埋下了什么。杜芳，按照约定，我让他们看到了那张你写的纸条。师傅，假如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这个玩笑却毁了你的一生，现在那个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向你道歉，你说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：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，这是搞事情呀，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。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二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。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。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。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
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，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，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，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她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，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如果你收到闺蜜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请千万不要挂断，也许她此刻正处在危险当中。那天我早早的下班回到家中，总感到有些心神不宁。手机铃声紧接着响起，我拿起电话才看到是闺蜜打来的，我抱着不安接了起来。小兰，你下没下电梯啊？我的充电宝好像落在你那里了，明天上班还要用，到了楼下你先别走，我马上下去拿。闺蜜的语气似乎有些着急，听上去好像是刚刚和我分开，有重要的东西落在了我这里。小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还不待我继续询问，闺蜜莫名其妙的话接着传来。小兰，你到楼下了呀？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去。电话那边紧接着传来了一声关门声。这么晚了，闺蜜要去哪里？她说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突然，电话因为信号不稳定中断了，不知为何我的心情也有些紧张起来。听闺蜜的情况，好像是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我连忙拨通了她的电话，可电话却显示对方不在服务区。一时之间我有些着急。闺蜜的家离我不远，大概就隔了一个街道。下楼后，我朝着他们的小区方向跑去。还没到达她的小区，我的电话铃再次响起。小兰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真的要吓死我了。闺蜜一边大口喘着粗气，一边跟我说道。听着闺蜜快要哭出来的声音，我连声安抚她，慢慢说。刚刚我刚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鞋底有着一个大大的鞋印，一看就是男人穿的那种。而且我今天在进门的时候，手里的钥匙总是不停地滑落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是对不准锁眼。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，结果一回家就看到了鞋印。幸好你跑出来了，如果那个人还没走，可就危险了。听着闺蜜叙述她的经历，我不由得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对啊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。闺蜜表示，在下班前就有种预感，不论是在公司等车，还是下车后回家的路上，总是感觉心悸，并且离家越近，这种感觉越强烈。我们一直通着电话找到了对方，我建议闺蜜直接报了警。在帽子叔叔的帮助下，我们确定有人进入过房间。后来在闺蜜与房东沟通的时候才知道，房东今日带着装煤气表的工人来到了家里。当时他敲门没人开门，他就自己带人进入了房间，想着很快安装好，这才没有通知闺蜜。幸好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乌龙事件，但闺蜜的直觉一直在提醒着她，也许有些我们的感受会比我们更早的预知危险。我被绑架了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刹那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歹徒的模样。他嘴角噙着笑，目光正直勾勾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的心脏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，恐惧使我的瞳孔快速收缩。刹那间，我感受到身体上麻绳的束缚，我微微挣扎着，但根本不敢表现出太大的动静。我悄悄抬起眼眸，观察着歹徒的面容，
那是一张沧桑但却棱角分明的中年男士脸。他穿着发皱的皮衣和褪色的休闲裤，两鬓有些许银丝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手掌，那上面布满了相当厚实的老茧，就像老槐树的树干。我不敢一直盯着他看，便快速挪开目光，顺便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间简单的卧室，正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图像里是一位青年男人搂着一名少女。虽然相片有些老旧脏乱，但远远望去，总感觉照片里的男人和这个歹徒很像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我用余光瞟去，这个男人还是一直盯着我看，那是一种让我极度厌恶的目光。一阵手机铃声从男人的皮衣口袋内发出，他第一次挪开那持续了许久的目光，缓缓从椅子上站起，朝着房间门外走去，在离开前给了我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歹徒的笑容总是饱含深意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他带过来的，只清楚自己睁开眼睛时就躺在了这张床上。这种手脚束缚的方式令我无法挣扎。此时此刻，泪水也不自觉地涌入了我的眼眶。喂，男人站在门口，他的声音浑厚深沉，十分有力。肉，家里有肉。他的第一句话出口就给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我也无法确定。今天刚拿来的。放心，没死，还没杀呢。刚刚还醒了过来，新鲜着。我明白，是啥补啥嘛。听到这话，我突然全身一颤，目光开始在这个房间四处游离，最后重重地落在写字台上的一把小刀上。看着刀刃上干涩的血渍，我的心口瞬间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恐惧，联想到自己曾经刷到过的那些文章。难道他是？电话很快结束，男人再次走进屋里，重新坐回了原位。听说一般歹徒都是因为遭受过刺激导致心理扭曲才会误入歧途，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语言感化他，哪怕是拖延一些时间也行，也许这样做能够等到家人或者警方的救援。我试着主动和这个绑架我的歹徒沟通。你好。布满老茧的大手缓缓伸来，他眯起眼睛。别害怕，没事了啊。感受着那粗糙的大手从我的脸蛋上刮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挤出了一个涩口的笑容。你还有家人吗？你的妻子呢？你应该为……够了！男人的表情突然冷了下来。不要再提那个女人，是她先抛弃我们的。说着，他用着怨恨的眼神瞪了一眼桌上放着的相片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又收起了方才的凶恶，深吸一口气道：这不关你的事。我曾经看过相关的法制节目，里面有提到犯罪者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，特别是那些极端的杀人犯，这些人一般都有多重人格的体现。感受着刚才男人的突然愤怒和随后立马接口的歉意，我似乎摸索到了这个男人犯罪的根本原因，难道是因为他口中的女人吗？我仔细地观察起墙上相片中的女性，八字刘海扎着长长的马尾辫，鹅蛋脸上是一汪莹莹的柳叶眼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我开始注视这个女人时，我突然感觉她长得和自己好像。难道这才是犯罪动机？因为自己妻子的背叛，所以绑架一个相似的女子加以谋害。脑海中的推理被一阵连续的咳嗽声打断，男人突然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按着胸口不停捶打，脸部就像窒息一般，倏地就充血发红。他的右手在外套口袋里不停摸索，接着又冲至书桌前，打开抽屉不断翻找，他似乎是在找药。由于咳嗽的越来越剧烈，他的动作很野蛮，翻找中连带着将一张 A4 纸甩到了我的脸上，直到翻出一个小药瓶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攥着药瓶，他撇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被剧烈的咳嗽劲打断，只好拿着药匆匆出了房门去找水。看来这家伙身体并不好，我刚才刻意瞥了一眼，那是右美沙芬，治疗重度哮喘的止咳药。脸部隐隐作痛，刚才那家伙翻药时甩出的 A4 纸，就像一把飞刀般将我的左脸割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真希望他就这样渴死。门外的咳嗽声越来越远，我瞥了一眼床上的 A4 纸，似乎是一张医院的病历单，看来是这男人开的。我随意看了这张病历单2眼，只见第一行上写着一串名字：楚明月。怎么会是女人的名字？是他的妻子吗？我微微蹙起眉头继续看下去。楚明月，重度自残加间歇性失忆患者，患病至今6年。楚明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我试着想象父母的相貌，试着勾勒家人的模样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半分，就连碎片的图案都不曾在我的脑海里出现。外面的咳嗽声慢慢减弱，接着过了几秒，又是一阵开门声响起。此时此刻，剧烈的头疼感莫名袭来，耳边是由远至近的脚步声，男人那浑厚的嗓音从过道方向传来：闺女，你的爷爷奶奶来看你了。闺女、爷爷、奶奶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一刻，
我的记忆在大脑中疯狂的搅动，一幕幕陌生又熟悉的画面猛地灌入了我的脑海深处。我颤抖的目光重新落至那张病历单上，原来楚明月是我的名字，原来那个被我误认为杀人犯的男人是我的父亲，而我身上这些绳子是因为父亲害怕我继续伤害自己，所以才……爸爸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忘记你。这是我第3次复活在这个末世里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男友的真面目。在核废水的影响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丧尸爆发了，就如同各种末日小说中的那样，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。但好在我和男友阿哲都活了下来，并且躲在了我们的出租屋内。4月20日，这次我醒来如同记忆中的一样，丧尸已经爆发了，而我们之前并没有储存过多的食物。我在日历的5月15日画上了一个记号，那天便是我被男友抛弃的日子。4月27日，时间过去了7天。这7天，我们每天都观察着外界的动向，与第1天相比，外面已经安静了许多，时不时有着一些丧尸呜咽的声音。我们紧闭着房门，拒绝了许多的求生者。阿哲从卫生间走了出来。兰兰，今天手机上有消息吗？因为丧尸的爆发，许多基站遭到了破坏，手机信号非常不稳定，哪怕是重生的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什么时间段有信号。还没有？你怎么在厕所待了这么长时间？这几天男友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，记忆里他延长上厕所的时间，并且变得有些急躁，有些时候还会因为没有信号发狂。我来盯着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阿哲说着便让我回到房间睡觉。隐约间，我看到男友心虚地看了眼手机，他手机上好像有着什么秘密，可在过往的重生中我也调查过，但没发现什么。我重重地倒在床上，几次的重生已经让我彻底麻木，我现在只想保留更多的理智来面对未来。当我醒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为了不引起丧尸的注意，房间里一直都没有开灯。当我看向门口时，却发现男友正趴在门缝上观察着我。我惊恐地在床上立刻坐起，捏紧手中的被子。刚刚听房间里有声音，我就过来看看。看样子男友的异常提前了，在前几次的重生中，他这样提前也有发生过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接下来他会说：“我觉得我们得收拾些东西，赶紧离开，在这里根本等不到救援。”我小声地念叨着，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我答应了下来。4月29日，我们陆续收拾了一些物品，看着阿哲不停地确认着时间，眉头紧皱，越发焦躁。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在他和我离开家门后，他会让我去引开一只戴着红色围巾的丧尸。起初我并不愿意与他分开，可他神情冰冷地盯着我。你不去，我们都得死。他的冷漠让我心神胆寒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朝着另外一条路与我背道而驰。直到我再次重生，我总结了经验，在离开他后，我会再跑回家里，虽然也不安全，但躲起来我会活得更久一些，好让我有时间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办。这次也和以往一样，我们又遇到了那只围着红围巾的丧尸，他神情冰冷地推搡着我，让我过去，而我也和之前一样，佯装着靠近那边的丧尸，随后便直接返回家里，而他也照常向着那个街道跑去。只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我在回去的路上捡到了他的手机。锁上房门后，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。我苦涩地笑了，寂静的屋子里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这种等待死亡、无路可走的感觉真不好受。5月2日，淡水已经消耗殆尽，食物也所剩不多。看样子，这次我还是凶多吉少了。男友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阿哲，收到消息请回复。你和小兰都安全吗？前2天十字路口的丧尸潮不知道被什么引走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我们还在戴着红围巾丧尸的地方集合。那个丧尸和我们的预想一样，完全不会攻击人类。由于阿哲的手机那天因为跌落导致屏幕损坏，没办法回复信息，我将信将疑，带上自制的护具和最后的物资，再次来到了小区门口，看到了熟悉的红色围巾丧尸。他不会攻击人类吗？之前由于太过害怕，我从没注意过这点，想到自己死了还会重生，我向着那名丧尸的位置跑了过去。果然，他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你就是小兰吧？身后一道声音响起，一名留着胡子的中年男子低声询问我。走，我们先到避难所。没见到阿哲呢。说实话，我们能够得救真是多亏了阿哲。早在之前他就通知我们会有丧尸爆发，他真是料事如神。听着他们闲谈的话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眶，我好像将一切都串了起来。原来重生的不只是我，原来阿哲把我推向那个红色围巾的丧尸，是因为那个丧尸根本就不会攻击人类。原来他去另一边是为了引开更多的丧尸潮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错怪他了。我看着车辆在马路上疾驰，丧尸密密麻麻地跟在车辆后面，庇护所就在我们的眼前。我将最后的食物放在车上，猛然地从车后坐跳了出去。这不是第4次重生，而是最后一次。阿哲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与你一起逃出升天。
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暗自思忖了很久，想不出这么晚谁会来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极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，期间在不断祈祷，希望对方等不到回应就自己离开。然而却事与愿违，我磨磨蹭蹭地想通过猫眼查看，可许久未用过的猫眼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若有若无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是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把门打开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家？我点开了手机，对方是一个黑色头像，连昵称也是空的。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好友？瞬间我浑身汗毛炸起，鸡皮疙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发出消息，信息刚一发出，门外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难道这个黑色头像就是门外的人吗？我抿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颤抖地按了3个数字，可悲催的是根本没办法拨通。怎么会这样？门外的敲门声愈演愈烈，危险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向好友列表的其他人求助，可一番折腾下来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手机上除了黑色头像，我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。无助的泪水夺眶而下，门外的敲门声骤然消失，下一秒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黑色头像发的视频邀请。我惊慌失措地按了拒绝。真的是疯了，天晓的视频对面会是什么？我的呼吸急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。随后那个黑色头像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妈妈就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切，那些曾经逼自己遗忘的记忆片段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拼图，突然在这一刻拼凑完整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依依，你能不能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？妈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室友都睡着了，我怕会吵到他们，明天早上再给你打行吗？对对对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没事儿，妈妈就是想你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妈妈，我先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6点就要起床呢。好，盖上被子，不要着凉。你钱够花吗？你在学校吃的怎么样？有厚被子盖吗？早上要记得吃早饭，出门要穿暖和点。别难过，我的孩子，妈妈会变成你身边的好多东西，一直陪着你。妈妈想尽力地撑到早上，可是她没有撑到。当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妈妈之后，仿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视频电话，视频里的画面也渐渐清晰，真的是妈妈，没想到还能再看见她。妈妈慈祥又温柔地喊着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我早知道……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妈妈不能照顾你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要听爸爸的话。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永远爱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你知不知道爸爸多担心你啊？爸爸，我梦见妈妈了。傻孩子。一回想起那天的经历，还是会让我阵阵后怕。长假期间，我和男友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旅行。因为提前做了攻略，我们还特地订了一家好评很高的民宿。民宿坐落在山脚下，风景如画。结果到了目的地，我们都傻眼了。民宿一共3层，但好像年久失修，墙壁裂缝交错。走到提前预定好的房间里，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和男友对视一眼，皱着眉走进房间，这简直和网上描述的根本不一样。我打开手机想找找还有没有别的民宿选择，却发现附近的酒店都住满了，最近的距这儿也有50多公里。我敲着发酸的肩膀，认命地躺在床上，刚准备闭眼休息会儿，却在枕边发现了不明毛发。这是有多久没打扫了？我一夜没有休息好，闭不紧的窗户风呼呼地吹了一夜，我的脑壳生疼。天一亮便直接去找老板理论，哪成想老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更不打算给我退钱。原本好好的一次旅行，却被住宿惹得心情十分糟糕。
我一怒之下给了民宿差评。什么垃圾民宿，住宿环境差，连老板态度都十分嚣张，感觉像住在鬼屋，千万不要入住，不然你会后悔终身。然而在假期结束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想让我把差评撤掉。回忆起在民宿的经历，我仍觉得窝火，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但对方仍不死心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道歉，他的语气很谦卑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我微微上扬了嘴角。在听到对方说民宿已经进行了整改，特别邀请我们再次入住民宿，食宿全免时，我便欣然接受了下来。当我们再次回到民宿时，眼前的景象变得焕然一新，房间里干净整洁，就连门窗都换成了新的，和之前判若两样。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心情无比惬意。老板一脸笑意地说：今晚给你们准备了烤肉和啤酒，您看满意吗？面对老板讨好式的服务，我的嘴角又不自觉地上扬。原来这个差评这么好用。想到此次再住民宿的缘由，我对老板笑着说：我们会给你好评的。就在此时，笑容突然在老板的脸上定格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变得很怪异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悠悠地开口：我希望你现在就能给。他的突然变脸让我也愣在了原地，我感觉浑身很不自在。不过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还是删除了差评，又重新给了他好评。老板看完手机，眯了眯眼，随后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这笑容映在黑夜中格外瘆人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整栋民宿安静的可怕，似乎只有我和男友2人入住。我们吃过晚饭后，赶忙回到了房间。山里天气多变，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雨，窗外的雨水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，窗帘也随着乱晃了起来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走上前去准备把窗户关上，然而一张阴笑的脸赫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是那个民宿老板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他低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我被他吓得心脏都要跳了出来，半晌才回过神，僵硬地对他说很开心。老板嘿嘿地笑了2声，便转身离开了窗前。我慌乱地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隔绝外面的一切。尽管这样，心依然狂跳不止。深夜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渴醒，看着男友还在旁边玩着手机，便让他给我递一杯水。男友起身找遍屋内都没发现矿泉水，看了眼时间才11点多，便准备出门去问下老板。可就在男友打开门的瞬间，一道人影正站在门外，又是老板。他的手上拿着2瓶矿泉水，默默递给男友。看着男友手上的矿泉水，我再也没办法淡定，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男友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老板的服务太周到了，但是周到的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总感觉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我不安地和男友对视一眼，这个民宿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待下去了。我们提着行李落荒而逃。然而车子刚发动时，老板竟然出现在车窗前，满脸诡异地盯着我。你们这是要走吗？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男友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只看到后车镜里老板狰狞的表情渐渐远去。如果你的前任总在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你会回复吗？我想你了。深夜，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让我猝不及防，因为是陌生号码，我以为只是有人发错了消息，直到第2条、第3条接踵而来。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突然回忆起曾经被某个人支配的恐惧，脊背瞬间冰凉。这语气和说的话不是别人，肯定是前男友。可这是我刚换的手机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的手心渗出冷汗，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我自然没有回复信息。隔天我问了身边的闺蜜，奇怪的是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把我的新手机号透露给她。然而在此期间，那个号码一直频繁给我发来信息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她不停地卖惨，诉说着对我的想念，可我却没有一丝感动，心里只有厌烦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短信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要去找你。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又在发什么疯？不会真的找过来吧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我已经搬了新家，他应该不会找到我。可猛然间，我又想到了，他都能设法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难道会找不到我的新住址吗？一想到那个男人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手脚冰凉，神经绷得特别紧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将门窗全部反锁，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在被窝里。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紧紧盯着我。那晚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在我家门口和房间都安了监控，我还准备了防狼喷雾，把报警电话也设置为紧急联系人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。
整个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，生怕我开门回家时，那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。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，可自从那条消息之后，他却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转眼来到了我的生日，几个好友来家里给我庆生。在我喝的微醺时，我再次收到了一条信息：我今天很想你，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的信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。愉悦的心情被前男友恶心了一把，瞬间变得很糟糕。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更是让我火冒三丈。你不理我也没关系，我去找你。想到前段时间的提心吊胆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咬牙切齿地回复道：那你来呀。消息刚发送，那个男人立即有了回应：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第二天，当我醒来打开手机时，瞬间傻眼了。那个陌生号码竟然给我打了20通电话，我心里慌张不已，颤抖地翻着昨晚的信息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为昨晚的口嗨后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门口。门外竟然站着2个帽子叔叔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打开房门：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赵子路吗？帽子叔叔神情凝重地问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帽子叔叔没说话，却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。我有些紧张地问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帽子叔叔的讲述下，我这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原来和我发消息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前男友，而是这个叫赵子路的男生。他的女友前段时间因意外过世了，而他一直在失去女友的情绪中未曾走出来。于是赵子路经常给女友号码发消息，诉说心中无尽的想念，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直到我沿用了这个号码，阴差阳错下回复了他的消息，他又惊又喜，尝试着拨通号码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那条信息险些成了催命符，差点害得赵子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幸好他及时被救了下来，可我依旧心有余悸。